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樣一種說法，有人說地球上曾經生活過上千億人，他們最終都死在了這顆星球上。人死後會腐爛，會分解，會回歸大地，所以我們今天腳下踩着的泥土，其實就是無數祖先屍體腐爛後形成的。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的時候，說實話，很多人心裡都會有點發毛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我們小時候玩過的泥巴算什麼？農民種出來的糧食算什麼？甚至此刻你腳下踩着的泥土又到底是什麼？但如果這是假的，問題反而更奇怪。歷史上死去的上千億人，還有數不清的動物，恐龍、猛獁象、剑齒虎，他們死後又去了哪裡？今天我們就來認真聊聊這個有點瘆人的問題：泥土真的是無數祖先屍體腐爛後形成的嗎？如果不是，泥土又是怎麼來的？首先，我們得弄清楚一件事兒：從人類誕生到現在，地球上到底存在過多少人？這個問題看似簡單，但實際上非常難回答。畢竟，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過幾千年，而現代智人出現至少已經有30多萬年的時間了。遠古時代既沒有戶籍制度，也沒有人口普查，那科學家要怎麼統計？答案是推算。人口學家會結合考古發現、人類遷徙速度、農業革命、工業革命、戰爭、瘟疫等因素，建立數學模型。目前被廣泛引用的一項估算認為，自現代智人誕生以來，地球上大約生活過1170億人。1170億，這個數字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恐怖？先別急着害怕，我們來算一筆賬。假設歷史上的人平均體重50公斤，那麼1170億人的總重量大約相當於58億噸。58億噸，是不是很多？但是把這個數字放到整個地球面前，就完全不值一提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地球陸地表層土壤的總質量大約在10^17公斤量級。換句話說，就算把歷史上所有人類遺骸全部均勻撒進全球土壤裡，占比依然微乎其微。所以結論是，從數量上來說，泥土根本不可能是由人類屍體堆積形成的。不過，這並不意味着屍體和泥土毫無關係。人體死亡以後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很多人以為人死後會直接變成泥土，實際上這僅是一種文學化表達。人體大約60%是水，剩餘部分主要由蛋白質、脂肪和其他有機物組成。在細菌、真菌以及各种微生物的作用下，這些有機物會逐漸分解。大部分碳元素最終會變成二氧化碳，重新進入大氣；氢元素會變成水蒸气；氮元素會參與氮循環；只有少量鈣、磷、鉀、鐵等礦物質會進入土壤。也就是說，死亡確實能夠豐富土壤，但遠遠不足以創造土壤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泥土不是屍體形成的，那我們腳下踩着的這些土壤到底是誰造出來的？因為地球剛剛誕生的時候根本沒有泥土呀，那泥土到底是怎麼來的呢？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，必須把時間拉回到大約46億年前。年輕的地球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火球，地表到處都是翻滾的岩漿，沒有海洋，沒有森林，沒有草原，沒有氧氣，更沒有泥土。因為泥土並不是石頭的簡單粉末，真正意義上的泥土需要幾個條件同時成立：礦物顆粒、水、空氣、有機物以及微生物活動。那時整個星球只有滾燙的岩石，後來隨着地球逐漸冷卻，最早的地壳形成了，雨水開始降落，河流開始流淌，晝夜溫差不斷變化，風吹日曬，雨水沖刷，堅硬的岩石慢慢破裂，大石頭變成碎石，碎石變成沙粒，沙粒變成粉末。這些細小顆粒構成了泥土最基礎的骨架。但是，這還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黑土地。真正改变地球的其實是植物。大約4億多年前，植物開始登陸陸地，最早是苔蘚，後來出現蕨類。再後來，森林開始蔓延，樹葉飄落，樹根腐爛。植物死亡後，大量有機物被微生物分解，經過漫長時間積累，形成了腐殖質。腐殖質就像土壤的營養倉庫，它能儲存水分，保存養分，提高肥力，讓植物能夠繼續生長。所以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地球最肥沃的土壤，其實更像是無數植物生命共同完成的一件作品。而動物呢，也包括人類，
對土壤的貢獻雖然存在，但遠遠沒有植物那麼重要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屍體不會變成大量泥土，那歷史上死去的那些生命最終都去了哪裡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它們並沒有消失，而是在不斷循環。你身體裡的一個鈣原子可能曾經屬於一頭恐龍，某個碳原子也許曾存在於3億年前的一片原始森林，甚至有些原子真的可能曾經存在於某個幾千年前的人體之中。經過無數次循環，它們今天又組成了此刻正在看視頻的你。說到這裡，是不是突然覺得有點奇妙？原來我們腳下踩着的泥土並不是祖先屍骸堆積起來的，恰恰相反，它更像是一座巨大的生命銀行，無數生命在這裡存入自己的一部分，又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新的生命重新取出。地球剛誕生的時候沒有泥土，只有滾燙的岩漿和冰冷的岩石。後來是幾十億年的風吹雨打，是無數植物一次又一次生長和死亡，是億萬微生物日復一日默默工作，才最終把堅硬的石頭变成了今天我們腳下鬆軟而肥沃的大地。所以，也許生命最神奇的地方，從來不是永遠活着，而是組成我們的那些原子，幾乎從未真正消失。它們只是不斷離開，不斷重逢，不斷以新的方式再次来到這個世界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未來某一天組成你身體的原子再次組合成另一個生命，你覺得那還是現在的你嗎？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